关于乌克兰的大反攻，想必各位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对于乌军主攻的方向呢，大兵个人认为，乌军还是最有可能向扎波罗热地区进行反攻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乌军目前为止只能和俄军展开小规模的对抗，再加上乌军的战前静默状态，让人很难琢磨其下一步的行动。不过最近俄罗斯方面呢却展开了大动作。根据俄新社的报道，俄罗斯目前正在计划疏散扎波罗热周边的俄罗斯居民，人数多达7万人，他们主要居住在俄乌军事接触线附近，包括老人和儿童。俄罗斯任命的代理州长巴利茨基声称，考虑到乌克兰攻势的加剧，18个居民区的人们需要在48个小时内撤离。在当前乌克兰宣称反攻的情况下，俄罗斯为什么会选择大撤退呢？这一决定不仅情理之中，也预示着俄罗斯正在主动地收缩防御区域。虽然是撤军，但当地的负责人罗戈夫强调，俄军已经宣布全面战备。为了对付即将进攻的乌克兰军队，俄军在纵深构筑了很多道防线，已经做好了随时作战的准备。俄罗斯方面表示，因为乌军在扎波罗热一线的炮击越来越强烈，因此将战线周围的居民全部撤离是必要的，并且为了保证前线居民的安全，俄军还为撤离人员提供住宿、食品和资金。当前扎波罗热的安赫德市的居民已经开始撤离，俄总参谋部把这些人带到了别尔江斯克和滨海边疆区的娱乐中心，并且当地的医院的设备也正在被拆除，加油站燃料和自动取款机也无法正常工作。显然，俄军已经打算放弃这一片区域了。而这种情况呢，也让大兵想起了去年的赫尔松大撤退，当时俄军也掩护了大批人渡过第聂伯河，离开了双方的交火地带。那么在乌军大反攻的前提下，俄军为什么突然要撤退呢？这里我们可以根据整个扎波罗热的防守阵地和战略要地来分析。目前呢，乌军控制着扎波罗热北部地区，占到了整个州1/3的面积，包括了首府扎波罗热市。俄军控制着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区域，并且控制着乌克兰南部。但是由于扎波罗热这个地方的地形过于平坦，几乎是无险可守，所以在开战之初，俄军很轻松就占领了大片区域。然而这也是因此俄军才会在此地修筑防线。但是说是防线其实无外乎就是一些反坦克锥体，外加雷区及堑壕。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平原正面，没有城市和河流依托的情况下，想要阻挡乌克兰机械化部队的突进还是相当困难的。那么当前在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集结了多少军队呢？扎波罗热方向与俄军对峙的乌军本有8个旅4万人，雇佣兵则数字不详。而在这次反攻誓师大会中呢，除了这8个精锐旅外呢，还有大批从欧洲培训完即刻参战的部队，因此外界估计乌军在此地部署有大约7万的兵力。而且在近日，乌克兰扎波罗热方面军队举行反攻誓师大会，数万乌军集结在空旷的野地上，咆哮声沸腾夜空。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也亲自到场，点燃了代表反攻的火焰。而这一场景呢，也被深入敌后的俄罗斯无人机所发现了。俄罗斯的前线情报显示，在扎波罗热方向满地都是反攻的乌克兰军队，他们的人员和装备已经挤满了绿地和着陆场。有俄军军官认为，乌克兰军队正在利用黑暗的掩护出动作战部队，或许很快就会向前线发动大规模行动。而乌军方面呢，也正在进行密集的战术侦察，试图找到俄国人防线上的弱点。毕竟相较于俄罗斯的兵力，俄军的防线呢还是有些太长了，不可能面面俱到。并且这次的扎波罗热战役也和80年前的库尔斯克战役没法比。当年呢，苏军有一个草原方面军担任预备队，如今俄罗斯的预备队在哪里呢？因此大兵认为，在扎波罗热真正需要俄军死守的地方，应该是在托克马克。毕竟只有守住托克马克前卫阵地，才能守住南线最大的交通枢纽梅里托波尔。实际上从整体来说，俄军防御态势确实不是很好。整个俄乌战场，俄军就是一个长达1000公里的反 C 型防线，防守长度非常大，而且防御纵深还很小。因此扎波罗热前线的撤退对俄军而言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对于俄军此举，也有人认为这是俄军的诱敌之策，希望乌军借此掉以轻心，从而深入扎波罗热。
毕竟在这里还驻扎着俄军的第58集团军、第49集团军、第35集团军和第22军。前线俄军的主动撤离也等于是保存了完整力量，因此有不少人猜测，受限于本身的种种原因，使得俄军需要打一场后发制人的战役，以让出前沿阵地的方式来引诱乌军主力深入。乌军一旦形成突破，深入扎波罗热俄控区，就以前行攻势合围乌军。这个打法呢，其实还挺适合现在的俄军的。当前呢，俄军在扎波罗热方向装备有 T80 和 T90 坦克的王牌精锐部队，也有装备有 T72 坦克的普通部队，还有装备 T55 和 T62M 坦克的三流部队。俄罗斯正规军将主要防御和防守反击。对于俄军而言，如果能等到乌军出错误，比如说乌军孤军深入扎波罗热地区，这时候呢，俄罗斯的正规军就可以集中装甲兵穿插机动，对敌方薄弱区域进行攻击。不过这种攻势需要有更强大的炮火打击、空地协同和后勤支持，因此最后还是要看俄罗斯总参、空天军、后勤等部门的努力了。另外，当前俄军最大的问题是精锐部队数量越来越少。俄罗斯正规军中有少量倾注了资源的精锐部队，合同兵比例高，战斗力自然就强；而那些投入资源少、合同兵少的部队，战斗力就相对差很多。而乌克兰的优点在于，其后方呢有着一群能够随时给予帮助的盟友。当前北约声称已经满足乌克兰为发动反攻所提的需求的 98% 了，提供了1550辆装甲车和230辆坦克，训练和装备了超过9个新的乌克兰装甲旅，并且德国最大军工集团莱茵金属也准备为乌克兰生产60万发炮弹。除此之外呢，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也要重新生产苏联型号的122和152毫米榴弹炮、炮弹和火箭弹，为乌克兰的大炮提供足够的弹药。现在呢，乌克兰的军工大后方已经变成了德国、美国、波兰、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国。而从赫尔松战役的历史呢，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在拥有远程火力优势时，乌军完全可以和固守阵地的俄军硬拼，在消耗战中呢取得胜利。因此乌军其实没有必要冒险进军，只需要和俄军稳扎稳打就足以取得胜利。只不过这个消耗战的过程会很漫长，双方付出的代价都会很大。而目前呢，俄军在扎波罗热的防御情况也和去年在赫尔松右岸的防御情况很类似，看似做了万全准备，挖了海量的战壕，但防御部队装备低劣，士气不足，这些都是能够影响战局的问题。不过好歹呢，在这些防线的帮助下，乌军能够一波扎穿扎波罗热防线的可能被降到了最低。更大的可能呢，还是像赫尔松战役时，缓慢的一个村一个村的向前摸，以远火优势削减乃至阻断俄军后援，以进攻压力逼迫俄军向后撤退。不过由于扎波罗热地区对于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来说实在是过于重要了，俄军恐怕不会轻易让乌军反攻成功，特别是对于一个核大国而言。因此在大劣势的情况下，俄罗斯将有可能为前线俄军装备战术核武器。当前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口径、KH-101导弹都可以挂在战术核弹头，但是由于战术核武器不同于战略核武器，威力比较低，可以被俄军直接支援陆地作战，打击敌方战役战术纵深内重要目标。如果俄罗斯使用战术核弹头攻击乌克兰军队的集中区域、重要补给站等等，直接影响呢将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副代表布亚克维奇就曾表示，战争的持续升级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全面战争，其中核威慑的含义十分明显。而除了俄乌双方军队之外呢，在扎波罗热另一个焦点就是核电站，这可比战术核武要恐怖多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不仅是乌克兰的核能发电厂，也是欧洲第一、全球排行第3大的核能发电厂。其坐落于欧洲第4大河乌克兰第聂伯河卡霍夫卡水库河畔，临近艾纳河达市。厂内建有6座可以输出1000兆瓦电力的 VVER-1000 压水反应炉，它们是乌克兰1/5用电量的来源。在俄乌战争开战以来，这座核电站呢已经多次游走在危机的边缘了。在去年3月初，扎波罗热核电站就曾因遭遇炮击突然起火，好在得到及时控制，才没有酿成大祸。事后乌克兰方面细思极恐地表示，
扎波罗热核电站要是真的发生爆炸，产生的破坏力将会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10倍。这是什么概念呢？上世纪80年代，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同样位于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核反应堆堆芯发生起火爆炸，霎时间厂内警报声四起，超过8吨强辐射物质疯狂外泄，很快就弥漫到了苏联、东欧等地区。按照国际核事故分级标准，切尔诺贝利事故被定性为第7级特大核事故。尽管当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可还是有320万人受到放射性物质侵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超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被污染严重，成了人类禁区。而比切尔诺贝利更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只会更恐怖。一旦该核电站发生大爆炸，那些看不见的放射性云会大范围扩散，世界会被严重污染，人员也会难以疏散。那些被核辐射波及的人接触量不大的话，可能会急性辐射中毒，情况大概会持续数周至数月。对于暴露于较低辐射水平的人而言，虽然当时情况可能并不严重，但是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患癌症的可能性会非常大。而在爆炸之后呢，就是灾难性的辐射释放。由于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位于欧洲大陆中部，一旦发生辐射释放，可能会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因为无论风向如何，都会有人受到污染。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俄军当前已经开始组织周边的人撤离，大约有1600人左右，并且俄军在撤离时已经将核电站所有机组停止运转，同时严控辐射安全标准，再加上当地还有国际代表驻扎，想来战火应该无法波及到此地。大家认为俄军会出动战术核武器吗？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